越南刚刚獲得對美貿易順差世界第一的稱號，全國上下還沉浸在亞洲新製造中心的喜悅當中。美國連續3次貿易打壓，會使得越南增長神話回到原點嗎？越南定下的10%的增長目標，有可能實現嗎？大家好，我是謝飛啊，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。截止到2025年的上半年啊，中國呢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呢為1117億美元，而越南呢只有814億美元，差距一目了然。當然，下半年的局勢突變啊，越南對美的順差一路就衝到了969億美元，那麼第一次超過了中國909億美元，成為了世界第一。那麼到了2026年呢，這個差距會越拉越大。一季度呢，越南对美國的順差為517億美元，幾乎是同期中國對美順差的1.5倍。只看5月份的這個數據，美國對越南的單月的逆差為206億美元，而對中國呢只有145億美元。這個消息傳到越南之後呢，國內輿論是一片沸騰，很多越南媒體呢大肆宣傳本國製造業已經實現這個彎道超車，眼看就要取代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了。那整個社会啊，都沉浸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樂觀情緒當中，仿佛下一個亞洲經濟奇蹟即將在越南出現。但是呢，這個仔細分析這個貿易結構就沒那麼樂觀了，因為在越南對美的貿易順差暴增的同時，我們看到對華的貿易逆差也在同步上升。26年的上半年，越南對華的貿易逆差為773億美元，同比就增長了39%，而對美的貿易順差呢為753億美元，增長了21.3%。你看兩邊一比較，就一目了然了。越南呢對美的貿易順差的增長量和對華貿易逆差的增長量差不多呀。其實不是越南的製造業有多強啊，而是中越美這個三角的轉口貿易在起作用。中國企業把這個原材料、零部件半成品呢運到越南，在當地進行這種簡單的組装加工，貼上一個越南製造的標籤之後呢，出口到美國，它就可以避開美國對中國加徵的高額關稅。越南呢從中賺取這個加工費，同時帶動了 GDP 和就業數據的增長，賬面上看起來很美好啊。在最高峰的時候，那麼越南呢对美出口当中有1/3的商品是經過中國的這個轉口，電子是吧，紡織等等這些行業對中國的原材料的需求就超過了60%。這個模式的命脈是美國的態度，一旦呢美國方面認真的去查這個原產地的話，你看轉口紅利說沒有就沒有了。果然，在這個越南對美貿易規模越來越大之後，美國的這個政策呢也變得越來越嚴格。第一拳就是40%的這個轉口的懲罰關稅。從2025年7月起，美國海關呢開始執行一個新的規定，凡是被認定為第三國通過這個越南轉口逃避關稅的商品，直接加徵40%的懲罰性的關稅，並且沒有減免的空間。同時美國方面也對原產地溯源進行嚴格的審查，要求產品必須在越南完成這種實質性的轉變，不能只是換個包裝就稱為越南製造。那這樣呢就打掉了轉口貿易的一個成本優勢。到了2025年底，越南轉口貿易的同比暴跌了62%，電子、紡織、家具等行業是吧首當其衝。第二拳呢是第3輪301調查。2026年的上半年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一連對越南發起了多項的301調查，涉及到知識產權的保護強迫勞動等等問題。那麼在6月的上旬的強迫勞動調查結果出來之後，越南和中國都被認為是沒有有效執行禁令，所以要對相關產品加徵12.5%的額外關稅。那麼知識產權的這一輪調查呢也在這個進行當中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這是為了後面加徵專項關稅來做準備。那第3拳呢就打在了这個紡織品上。到2025年4月，美國呢將对越南輸美的紡織品加徵的關稅提高到接近46%，在整個東盟國家當中那是最高的。紡織品是越南出口的主要產品，是吧？也是它的主要產業，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。
那這一刀下去，整個行業都感受到这个寒冷了。那於是在這個三重的壓力之下，曾經的蜂擁而至的中資企業開始撤離，從這個建盛集團1.8億越南項目緊急叫停，到金科能源15億美元光伏基地關閉，中資撤資的這個潮正在發生。那目前呢，在越南的外資結構當中呢，中資所佔的比例已經不到1/5了。依靠外資建廠來拉動增長的方式，也受到了這個結構上的衝擊。出口紅利退潮的時候呢，越南政府的選擇不是順勢而為啊，而是用行政手段強行托起經濟。年初呢，越南就設定了全年 GDP 增長10%以上的目標，在全球主要的經濟體當中呢是唯一的啊。上半年經濟數據呢出來之後，增速沒有達到目標，越南中央就出台了第168號決議，把下半年的增長率這個目標提高到了11.9%。任務層層分解到地方，有的地方呢接到了增長率目標，甚至達到了14%，可以稱為死亡指標。那為了完成這個考核，各地都開始大幹快上，盲目的上馬這個基建項目啊，高鐵、機場、港口等等。那在規劃圖上呢，密密麻麻排了一大堆。那錢是怎麼來的呢？依靠信貸擴張、財政赤字以及呢透支外匯儲備來硬撐起投資規模。那至於這個項目質量如何，債務風險是否大，這個投資回報是吧，能否覆蓋這個整個成本呢？退居而其次了。強行刺激所產生的副作用已經表現出來了。到26年上半年，越南進出口貿易出現嚴重的失衡。也就是進口增速遠遠大於出口增速，這個貿易賬戶啊由盈轉虧，逆差達到166.5億美元，創下了近30年來最大的逆差的記錄。通脹率也上升到了4.38%，接近4.5%的一個調控的上限。世界銀行呢直接給越南潑冷水，預測今年實際增速只有6.8%，和官方的10%的目標相差了3個多的這個百分點。所以，越南的這個經濟增速的這麼一個神話，當然我們還需要觀察是否就此破滅，還是說它進入一個調整期，而且這個調整期到底持續會多長時間，我們還需要繼續觀察。好了，感謝收看這一期的協飛觀察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